在全台众多王爷信仰中，屏东东港东龙宫的祭典相当盛大，每逢丑、辰未、戌年之10月，都会举办迎王平安祭典。王船制作复杂盛大，甚至被誉为王船的故乡。王爷信仰在台湾中南部相当多，一般都认为妈祖是海神，但其实在台湾沿海的乡镇，王爷信仰更为普遍。王爷也称元帅、千岁、国王或者将军。王爷的传说有好几种，但目前最为普遍的说法是说有36位进士，因为知道某个村落的水井有毒，为了要阻止村民喝水，纷纷投井以阻止百姓。为了要纪念他们，所以立庙祭祀。但在传统的观念里，非正常死亡的死后会成为厉鬼，会造成瘟疫。但王爷又救人，所以可以除瘟，善恶同源。只要好好祭祀，就不会造成危害，而且还会保佑信众。后来还演变出来的传说是王爷奉神的谕旨巡狩各地，要惩奸除恶，带着上天的指令到各地。当然要好好款待王爷。很多台湾的村庙或是大庙，除了有主祀或是副祀王爷，每隔3年或是5年，会从天庭派来巡狩人间的王爷。民众会在海边请王，然后绕境并且祭祀，之后还会大张旗鼓的造王船，将王爷送走。信用的在台湾是一个最特殊的信用文化，所以我们会知道王爷其实是很多姓氏的神，这些姓氏的神呢，通通都可以尊称作王爷。那它的性质跟特征也不一样。王爷庙的起源，有些来自原来某一家一姓的信仰，或从原乡分灵而来；有些则是在海边或是溪边捡拾到的王爷，开始祭祀后，逐渐变成有规模的庙宇。像是南鯤生代天府，就是1644年王船漂流到南鯤生的沙疝。台南安定苏措长兴宫的12温王，则是1679年飘来的王船，有着御赐代天巡狩12行温王的字样。王船就是王爷坐的船。由于王爷是瘟神，带瘟疫来，早期恭请王爷离开的时候，大多是将王船推出海，在大海里飘荡，称作游地河。但如果王船离开后到了其他地方，也会造成别人的困扰，让瘟疫传到别的地方。后来才改将王船在岸边焚化，让王爷游天河。每一艘王船的制造都不容易，先要找到船的骨干，要到山里面去找到很好的木头，把它削到合适的样子，接着安绳。有了龙骨，就决定了船的长度，请木工制作、彩绘，接着要安梁头、安坎筋、安龙木，然后是束围、干船、进水、出澳、天载。天载就是王爷出港之后所有要吃喝的东西，罐头、青菜、水、米等等物资都要上船。接下来请王爷入轿，以便阎王。要送走王爷，瘟神要用山珍海味来让王爷吃个高兴，高兴了才肯走，不高兴的话，王船就在海岸边回流不走。迎王绕境，一集要把王爷请走之前，还要让他在整个乡里面绕境，请他把所有小瘟疫全部一起带走，然后就会举行祭船仪式啦。今天台湾很多地方的王爷是捍卫乡土、保境为民，由以往过世的英灵成为王爷，也可以说是台湾人心理上的寄托和对于家乡的回忆。